这一刻，叶晨心中也不免唏嘘感慨，在他看来，伊藤雄彦确实处处为女儿着想，这个父亲的角色已经做得相当出色。叶晨的心中对菜菜子自然也有别样情愫，而且现在看来，以菜菜子的天赋，她极有可能在武道一途走得极远。他有一种直觉，好像暗镜、化镜、宗师镜似乎都不会成为菜菜子的终点。若真是如此，那菜菜子的余生恐怕还有上百年，甚至超过200年。一旦他从宗师境突破，那他说不定就能像自己一样掌握灵气，而一旦掌握了灵气，便极有可能像那位孟长生前辈一样，活500年甚至更久。若这条路真的如此漫长，自己又怎能让他一人独行？想到这，他也站起身来，双手从伊藤雄彦的手里接过酒杯，坚定不移地说道：伊藤先生请放心，我答应你，无论这条路有多长，都会一直陪菜菜子走到最后。伊藤雄彦依旧谦卑地弓着身体，眼泪却已然控制不住地滴落在地。也是在这一刻，他忽然明白，叶晨会不会成为自己的女婿，其实已经没必要纠结了。一旦女儿真的与他殊途同归，漫长的岁月里，是否结为夫妻这种事情又有什么重要呢？于是他悄悄拭去泪水，站起身来，看着叶晨，感激不尽地说道：多谢，多谢叶先生成全。对伊藤雄彦来说，此时将菜菜子托付给叶晨，便像是新婚时女方父亲将女儿托付给新郎一样。不管菜菜子未来的人生之路会有多长，他都希望叶晨能够一直陪着他，起码不要让他一个人孤独地走下去。只要叶晨能答应这一点，在有可能长达100-200年甚至更久的人生路途里，其他的事情又算得了什么？莫说结婚与否，就算让自己将伊藤家族所有财产全部拱手相送又如何？钱这东西本就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一旁的菜菜子早已泣不成声，她也是忽然才意识到，自己入了武道之门，就等于给人生换了一个新方向。一旦瞄准这个新方向，以前20多年对未来所规划的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至此，换个新的活法。看着父亲眼眶通红的模样，他忽然有些不舍。自幼丧母的他，被父亲给予了加倍的父爱，一想到武道一途漫长久远，而且一旦投入进去，时间便飞快如白驹过隙，可能以后都很少有时间陪伴父亲。更何况伊藤集团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，他将这些交给了自己，自己怎能弃他与伊藤集团于不顾？一念至此，他连忙哽咽到：欧多桑，菜菜子不想将武道作为主业，我要多陪陪您，也要用心将伊藤集团经营好。伊藤雄彦反问他：菜菜子，你知道你母亲去世之后，我为什么要努力经营伊藤集团？即便早已经有了花不完的钱，可我却还一直拼尽全力吗？菜菜子轻轻摇了摇头。伊藤雄彦认真道：你10岁之前，我努力工作，就是想用我的所能，让你的余生过得更好。而你10岁之后，我还努力工作，是想让你的后代也能过得更好。说到这里，伊藤雄彦又道：可是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有什么比自己女儿长命100岁，甚至长命200岁更开心的事吗？若是你真能活到200岁，哪怕让欧多桑现在立刻死掉，欧多桑也绝不犹豫。菜菜子连忙说道：欧多桑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伊藤雄彦看着菜菜子，哽咽说道：菜菜子，为人父母的情感，你是很难明白的。若是自己和孩子只能活下来一个，绝大多数父母都会选择牺牲自己。若你有天成了母亲，你就能理解我的心情了。叶晨见气氛如此悲戚，便开口说道：伊藤先生不用把话题聊得如此沉重，菜菜子的未来很长，你的未来也不会很短。说罢，他端起酒杯，朗声道：不如你我之间做个小小的约定，你意下如何？伊藤雄彦好奇地问叶先生：您要与我做什么约定？叶晨没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笑着问道：我喜欢你在京都的那套宅子，看起来应该有挺久历史了吧？伊藤雄彦点点头，确切地说：应该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。叶晨微微一笑，
笑着说道：“你的100岁生日，到时候就在那里办吧。那天我一定会过去给你捧场。你准备好那套宅子的契约，届时将那套宅子送给我。”伊藤雄彦下意识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那套宅子您想要，我现在就能送给您，何须等到我100岁生日？更何况我可不敢想象自己真能活到100岁。”说着，他忽然如遭雷击一般愣在当场。他双目一眨不眨地看着叶晨，见叶晨笑而不语，忽然回过神来，猛然跪在地上，哽咽道：“谢谢叶先生成全。”伊藤菜菜子也听出了叶晨话中的意思，连忙跟着父亲跪了下来，感激无比地说道：“谢谢叶晨君成全。”叶晨没有去搀扶两人，而是看着伊藤菜菜子，郑重地说道：“菜菜子，从今日起，心无旁骛地研习武道吧。我可以跟你保证，50年后的伊藤先生，除了年龄已经100岁了之外，与现在不会有什么区别。回春丹虽然很难能保人活到200岁，但150岁还是没问题的。”他觉得为了菜菜子，也为了表达自己对伊藤雄彦这个父亲的赞赏，他也要让伊藤雄彦尽可能活得久一些。不就是回春丹吗？1颗不够就2颗，2颗不够就3颗，更何况现在自己已经有了太真道的药鼎，若是炼制出增强版的回春丹，让伊藤雄彦活到150岁，可能也就需要2颗而已。伊藤雄彦原本以为叶晨能保自己活到100岁已经是莫大的恩赐，可现在听完叶晨的话，他才意识到叶晨不只是要让自己活到100岁，而是要让自己现在的状态保持到100岁。自己现在也就50而已，而且身体经过叶晨之前的帮助以及重塑丹的重塑，依旧健康硬朗，不出意外的情况下，再活30年应该不在话下。若是自己100岁时还是这个状态，那岂不就意味着自己能够活到130岁甚至更久？想到这里，伊藤雄彦已经激动到浑身战栗颤抖，他双臂撑在地上，像触电般剧烈的抖动，根本使不出半点力气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强撑着，谦卑地向着叶晨3叩首。他知道叶晨的这份恩情已然无法用物质和金钱来衡量。菜菜子也感激涕零，跟着父亲同样向叶晨3叩首。叶晨没有阻拦，他知道若不让这父女2人行此大礼，2人怕是连觉都睡不着。伊藤惠美与田中浩义虽然听得目瞪口呆，但也还是第一时间默默地跪在父女2人身后，无声叩首。待4人3叩首之后，叶晨将父女2人搀扶起来，淡然笑道：“行了，我是来吃饭的，折腾半天一口没吃上，不合适吧？”伊藤雄彦连忙擦去眼泪，慌忙说道：“吃饭吃饭，叶先生您请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